海生，当初你掏了6万块钱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今天都在这儿，我们两清了。6万就两清了？曹大勇，今年我们刚红火，赚了多少钱你心里清楚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不然呢？你还想要多少？难不成还要给你磕头吗？可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，利润对半分。对半分？周海生，你摸摸良心说话，这1年多你干啥了？你问我干啥了？坐办公室喝茶，领人来吃饭，隔三差五出去跑一趟，回来就说谈了个客户，那是谈客户吗？谁知道你在外头是喝茶还是瞎逛？你这话可就难听了。难听？更难听的我还没说呢。这队伍能撑起来，是大勇带着工人一锤一锤干出来的。3伏天40度，大勇在架子上晒得脱皮，你在哪儿呢？39天零下10几度，大勇在工地盯着灌浆，你又在哪儿？行了，秀兰，别说了。海生也不是没出力，人家出了钱的嘛，出钱也是出力。出钱？出6万块钱就想躺一辈子等着分钱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曹大勇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秀兰说的都是实话。海生啊，不是我不认情分，你认过吗？我怎么不认？我把你的6万还你了，1分没少。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把队长的位子也让给你？队长的位子？曹大勇，这队伍是谁拉起来的？资质是谁跑下来的？第一个工地是谁弹回来的？你弹回来的又怎么样？活是老子干的，墙是老子砌的，工人是老子带的，你就出了张脸，凭啥分走一半？我出的是脸。对，你就出了张脸。行，那我问你，承包资质是怎么下来的？3年前你连个正经资质都没有，连工地大门都进不去，是谁把自己的技师证挂上去，又跑了3个月住建局，才把3级资质跑下来？那是以前第一个工地，刘总的项目，是谁陪他喝了3个晚上，喝到胃出血，才把合同签回来？脚手架租赁站，你曹大勇去赊一根钢管，人家都不给赊，是谁把自己的身份证压在老韩那儿，才把架子租回来的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跑了几趟腿，就想一辈子骑在大勇头上？我骑在他头上？不是吗？你整天摆出一副没有我就没有这队伍的架子，谁受得了？大勇是你兄弟，不是你儿子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你念。今届周海生6万元整，用于组建装修队，赚了对半分，赔了算周海生的。落款曹大勇。这字儿当初是你亲手签的。海生，哥们儿真走投无路了，求你帮帮我。大勇，先起来说话。3年前你蹲在建材市场后门欠了一屁股债，连一袋水泥都赊不出来，你让我帮你一把，说愿意给我当牛做马。现在队伍红火了，产值300万了，你说我是多余的？对，你就是多余的。周海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拿过去那点事压我。我是欠过你，但我早就还清了。这队伍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我的手艺，我的血汗，不是你周海生那张脸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我他妈就这么觉得。离了你，老子照样干，照样挣钱，照样把队伍带大。钱我拿走，欠条你留着，留好了别弄丢了。以后的路你自己走。放心吧，没有你，这条路走得更宽。一个破水平仪还当个宝。这个电话打出去就是陌路了。海生啊，啥事儿？吴哥，以后曹大运去你那儿拉水泥，不用给我留面子了。海生，你这是撒手了？
人家嫌我碍事。那以后他那边的货，你看人给，不用再看我。明白了，你多保重。弟兄们，以后这队姓曹了，跟着我干的，年底每人多加1个月工钱。曹老板大气！笑吧，看你还能笑多久。你看，海生那份分红刨掉，这个月净落2万8。早该这样了，当初他拿6万就想对半分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这叫啥？这叫花6万块钱买了个金饭碗，胃口也太大了吧？就是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这一走，那些老供货商不会为难咱们吧？为难啥？水泥又不是他家产的，沙子又不是他家挖的。哼，吴哥那儿不行就换老朱，老朱不行就换老郭。建材市场3条街，有钱还怕买不着东西？那刘总那边呢？刘总可是海生谈下来的。刘总认的是咱的活儿，上次验收，刘总亲口跟我说的。曹队长，你这强气的真直。你看，他说我强气的直，不是说我长得好看。你就贫吧你。哟，老宋来的正好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以后工地材料验收你来签字，我给你加钱。大勇，海生呢？走了。怎么走的？什么怎么走的？2条腿走的呗。是他自己要走的，还是你让他走的？老宋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刚才在外面碰见海生了，他从工棚出来，手里攥着1沓钱和1张押金单，走得飞快。海生，你这个是去哪儿？老宋，以后工地的事儿你多盯着。我跟他3年了，3年，他从来没走那么快，连头都没回。老宋，我知道你跟海生有交情，我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队里的事儿现在是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是吧？对，我说了算。那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答得上来，我就不问了。问，第一，下个月的水泥河沙从哪儿进？吴哥那儿是先赊后付，别家可是现钱现货，你有现钱吗？第二，3个工地的脚手架租金月底到期，老韩那儿压的是谁的身份证，你心里清楚。续薪单谁签字？第三，刘总那2个新工地的合同，付款节点是谁谈的？进度款什么时候催？甲方那帮人只认海生的字，你曹大俊的字，他们认吗？老宋，你别在这吓唬人。离了周海生这些事儿，我们一样能办。大男人有手有脚，还能让尿憋死。秀兰，你记不记得上回工地停水，管子接不上，海生打了一个电话，半小时后就有人送管子来，那电话打给谁的？你记不记得？你也不记得了是吧？你们2口子都不记得，因为你们觉得那些都是小事儿，觉得跑腿不值钱，觉得打电话谁都会。老宋，你今儿个是来兴师问罪的？我不是来问罪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锅谁都能端，路可不是谁都能走的。老宋，我叫你一声老哥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这队离了谁都能赚，离了周海生能赚，离了你，离了我也能赚。你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这个意思。没事儿，你说的对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转。大勇，海生走的时候搁桌上那把旧水平仪，你们放哪儿了？杂物箱里。怎么了？这老头今天吃错药了。别管他，老师傅脾气大，过2天就好了。又不是离了他，工地就不转了。吴哥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明天城西那个工地，先给我拉2车的水泥。大勇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从明天起，水泥和沙子不给你那边留了。从明天起，水泥和沙子不给你那边留了。不是，吴哥，咱合作3年了，咋说停就停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没
没啥意思，就是以后不攻了。吴哥，你这样就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你要是嫌赊太久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不是钱的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？你总得给个说法吧。以前我给装修队赊账，看的是周海生的脸，不是看你们的。周海生，又是周海生！吴哥，你是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他没灌我迷魂汤。3年前他来找我，带着一沓资料跟我说：“吴哥，我带了个兄弟出来单干，手艺好，能吃苦，你帮一把。”就冲他这句话，我赊了3年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他把话收回去了。他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以后不用看他面子了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我还往上贴。吴哥，你就这么听他的？我们才是你的客户，是我们给你结账。结账？上个月那批河沙的尾款，你们拖了40天。周海生在的时候，账期最长没超过20天。现在他一走，你们就这信用？行，吴哥，算你狠！离了你吴胖子，我曹大勇还买不着水泥了。建材市场3条街，有的是人做我生意。那你去买。不过我跟你说句实话。什么？建材圈子不大，你把人品欠了的事儿3天就传遍。你试试看去别家赊账，看谁肯赊给你。周海生，大勇，你冷静点儿。他给我保底抽薪，他嘴上说路你自己走，背地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，断我的路。这条毒蛇，我今天要不把他给办了，我就不姓曹。我让他知道，马王爷有几只眼。会不会不是他打的？不是他是谁？吴哥自己都说了，周海生让他不用给面子，这他妈不是明摆着搞我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建材市场又不是他吴胖子一家，你下午就去跑一趟，找老朱、老郭，先把明天的料定下来，现钱也买。现钱？账上现在能动的不多了。那就先紧着急用的买，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后头再说。朱哥，我那装修队明天要进料，水泥20吨，河沙30方，你先给我备上，月底结账。秀兰妹子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朱哥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意思是赊不了。现钱现货也行，你开个价。现钱现货也行，但你要的这量我这儿凑不齐，你上老郭那儿问问。郭老板，江湖救急，水泥20吨，河沙30方，你先给我备上，价钱好商量。你是曹大勇家的吧？对，我是。以前周海生带你来认过门，我记得你。对，郭老板好记性。那咱们这生意不做。郭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得罪你了？你没得罪我，但你男人得罪了整个圈子。我们得罪谁了？你们把周海生踢了。又是周海生，你们一个一个的是不是被周海生下了药了？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我们才是给钱的，我们才是客户。秀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3年前周海生来找我，说他要带个兄弟出来单干。我说你兄弟信用行不行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欠条，跟我说：“郭哥，这人要是跑了，欠的钱我自己还。”听说他们还扣工人工资呢，上个月的工钱到现在没发。老宋，吴哥不供货了，老韩要收架子，老郭也不肯卖，全断了，全他妈断了！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老宋，你是队里的老人，你得帮大勇想想办法。上个月我跟大勇说过一句话，他听了吗？什么话？材料不能换，架子塌了那天我又说，规矩不能破，他听了吗？秀兰，不是我不帮，是我帮不了。你们把能兜底的人踹了，现在底漏了，谁还能替你们补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看，
底座没垫实，扣嵌拧了3圈就上墙。这架子加的连工地临时棚都不如。谁搭的？别喊了！以前搭架子，周海生每一层都自己查一遍，你现在让谁查？你自己查过吗？怎么样？骨头没断，缝了6针，清创缝合加破伤缝针，一共2600，先去1楼缴费。2600，账上现在能动的不多了。水泥那批墙拆了重砌，材料加人工已经搭进去小3万。那就先把工钱还2天，工人那边我去说。还还？老宋头下午已经放话了，架子要不重新搭，他不让工人上工。曹老板，跟你确认个事儿，你那边所有脚手架和扣撬3天之内拆完退回。老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手上3个工地都还在用架子。韩老板，你落井下石，我们又不是不给租金。你要是有本事拿来周海生签字的租金单，架子你继续用，拿不来3天退回。3个工地，要是架子全拆了，工期至少拖半个月，甲方1天罚5/1000。那就去找周海生。找他？他不就是想看我求他吗？行，我去求。你找海生，他搬走了，上礼拜就搬了。3个工地的材料报检单，一份一份找周海生的签字。刘总，材料进场验收一直是我在管，签字也有我的份儿。合同上写的是周海生，我不管你现在谁管，合同上签的是谁就是谁。这批水泥的验证单是周海生签的，可那是2个月前的，后面全是大勇签的。2个月前签的，管不了后面的，我要最近3个月的。最近3个月没有，全是大勇签的。那就简单了，从今天起，所有新进材料必须周海生本人验收签字，没他的签字，工地停工。刘总，周海生早不在我队里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为难你？当初你们把他踢出去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为难自己？这批先别动。老宋，又不对。哼，上回是标号不够，这回是受潮结快了。谁进的货？秀兰姐前天从南码头拉回来的，比吴哥那边便宜1半。便宜1半？水泥受潮了还往工地上拉，这是要命的玩意儿。老宋，你别生气，秀兰说了，现在资金紧，能省1分是1分。上回架子塌了，你缝了6针，下回墙要是塌了呢，你拿什么扛？老宋，你在记啥？记我该记的。老宋，你是队里的老人，我和大勇一直敬着你。可你这一天天又是敲水泥又是记本子，让工人们看见，不是拆大勇的台吗？秀兰，我问你，以前周海生在的时候，队里的水泥从哪儿进？吴哥那儿。为什么？他供的货有检测报告。对，有检测报告。那现这批水泥有吗？你看看这个水泥受潮结块，强度连设计的1半都不到。这批要是上了墙，就不是罚款的事儿，是坐牢的事儿。那这批先别用，我拉回去退了。退？你知道这批货是哪儿来的？谁肯给你退？你和大勇省下的每1分钱，到时候都得连本带利吐出来，说不定还不够。嫂子，你快回去，又有2个工人说不干了，工资再不结就去劳动局。曹老板，上个月工钱拖到今天了，我们不干了，再缓2天。甲方那边一放款，我马上发。上个月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曹老板，我们不是不体谅你，可你骑着新摩托，带着新表，办公室里还摆着新彩电，你跟我们说没钱发工资？摩托是分期买的，彩电是大勇他姐送的。嫂子，你这话骗鬼呢！上个礼拜你还在菜市场跟人说年底要起红砖房。行了，3天，
给我3天，工钱1分不少。3天，超过3天，我们去劳动局。你好，我们是建材质量检测中心，接到举报，拟方2号工地使用的水泥存在标号不符问题，需现场抽样。谁举报的？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，被举报单位无权拒绝抽样检测，请配合。大勇，上个月我跟你说材料不能换，你不听；架子塌了，我又说规矩不能破，你还不听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我不满意，这队是我看着从3个人干到30个人的。我不满意的是，你们把能端住这口锅的人当破铜烂铁扔了。水泥安定性不合格，抽样3份，3份全不合格。刘总，这批水泥只用了半个工地，我马上回。没有马上了。合同第16条写的清楚，材料以次充好视为根本违约。3个工地的装修合同今天全部解除。刘总，3个工地我们投了多少钱进去？你说解约就解约。你投的钱是你的事儿，我的楼要是塌了是我的事儿。老宋，你是明白人，这队要是还有救，你也不会蹲在材料堆里一本一本记黑账。郭哥，你再帮我一次，我就拉2车水泥，现钱。现钱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是我不敢卖给你。这东西在建材市场传遍了，你用的那批水泥是从南马口一个无证小厂拉的，现在谁卖货给你，谁就跟你一块上黑名单，你懂不懂？你以前说周海生从中间扒皮，说我们跟他一块坑你，现在你看到了，到底是谁在坑谁？老宋走了，他把工具箱也带走了。老宋，你不能走。你是队里最老的师傅，你走了，工人全散了。秀兰，我不是今天才想走的。从你们换第1车水泥开始，我就在记，我记了2个月，想着哪天你们能回头。你们没有，一回都没有。嫂子，上个月工钱我不要了，我手上的伤也认了，可我不敢再在这儿干了。老宋说的对，架子塌了能缝针，墙要是塌了呢？这东西不是我的，是周海生的。他走的时候放桌上，你们丢进杂物箱，我今天捡回来了。这水平仪跟了他10年。人可以不认人，工具认人。你们不认他，我认。3天期限到了，你拿不来周海生签字的续租单，我只能把货全拉走。以前压在这里的周海生的身份证我已经还给他本人了，这张单子是你还欠的租金尾款，4200，月底前结清。老韩，你说句实话，我曹大用的手艺在这行当真的一点都不值钱？哼，手艺值钱，可你忘了是谁让你能安心耍手艺的？大勇，你赶紧回来！2号工地那面新砌的墙裂了。
这墙不能留，拆。老赵，这墙才砌了20天，才砌了20天就裂成这样，你还想让它站多久？曹老板，我今天来是正式通知你，3个工地的合同解除后，甲方保留追残权，你这边所有的设备、材料、已完工部分的工程款全部冻结。冻结？那工人的工钱那是你的事儿，甲方只认合同，你违约，甲方追偿。大勇，我跟这个工地3年了，从最开始打地基到后来周海生带着你们一块进场，3年没出过一档子事儿。周海生走了才多久？2个月，墙裂了，架子塌了，检测报告不合格，你说这锅是谁的？以前周海生在的时候，每一面墙都合格，现在别说了。请问曹大勇在不在？我是住建局质检站的。哪个单位施工的？我，曹大勇，国强装修队。水泥取样报告我们已经拿到了，安定性不合格，强度不达标。这批水泥用在哪些部位？2号工地这面墙全用了，1号工地还有半个楼层的抹星。这个批号在南马口那边已经被查过一批了，你们从哪儿拉的？我们不知道有问题，卖水泥的说合格。卖水泥的说合格，你要看出厂合格证和检测报告，你没有看，或者看的当没看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签字。你不签，我照常上报；签了还能表明配合调查。下一步局里会根据检测报告和现场笔录，决定是否启动行政处罚程序。你有个准备，一旦处罚下来，信用平台会有记录。工钱欠6万3，材料款欠4万5，老韩那边的脚手架尾款4200，砖厂的砖钱说总数，不算工钱，光外面欠的货钱和罚款小10万，工钱加上16万出头。刘总那边3个工地的工筹款全冻结了，冻结了，1分都动不了。小周下午打电话来说，甲方算了解约损失，材料不合格导致的返工费用全算在咱们头上，加起来又是5万多。明天先把表卖了，还有那台彩电，还有什么？那顶帽子是周海生送的。3年前。局里的意见下来了，你用了3批不合格水泥设计2个工地，其中2号工地那面墙必须拆除重建，所有费用你承担，另处罚款3万。3万？这是行政处罚，还有信用惩戒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施工队被列入行业信用黑名单，为期2年。黑名单意味着什么？你懂吧？列入黑名单期间，不得参与任何政府工程投标，不得在住建系统备案，不得承接新的施工项目。开发商如果查到你还在黑名单里，也不敢把活给你。签字。你有15天可以申请行政复议，但黑名单今天生效。我给你透个底，当初你干的第1个工地是周海生来我这儿跑的备案，他把你的名字挂在他的资质下面才过了审。现在他不管你了，你连资质都不够。表带磨了，表盘有划痕，最多500。这表买的时候1200，那是你买的时候。现在你是急卖，不是我求着收。这个呢？老款150。那不是曹老板吗？前阵子不是还骑新摩托？听说被查了，黑名单。当初踢周海生的时候多硬气，现在你姐夫打电话来，说咱爹听说了黑名单的事儿，气得住进医院了。医院那边安顿好了，要交3000押金。
就这些，手表和彩电的钱。大勇，我今天在菜市场听到有人在说说什么？说周海生新注册了一家公司，海生装饰工程，已经在谈2个项目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跟咱们没关系了。你说，要是那天我没说那句话，你没把合同往怀里待，他没把那把水平仪放在桌上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收拾东西，明天搬。搬哪儿去啊？收回经营权。曹大勇，经住建局质检站查实，你方在3个工地使用不合格建材，已被行政处罚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，按承包合同违约条款，即日起收回国强装修队经营权。张主任，工棚里的设备、剩下的材料，工棚是园区资产，设备清单已登记，属于你个人的私人物品，今天之内搬走。签字。早该收了，再不收，这锅饭都要吃出人命了。以前周海生在的时候，哪有过这种事儿？后续这个工地的装修工程，甲方已经委托新单位接手，你们配合交接。新单位？谁？张主任，交接清单我看过了，后续3个工地我接了。海生，这摊子现在是个烂摊子，墙要拆，材料要重验，工人要重新招，你接得了？接得了。海生哥，你还用我们吗？老宋头回来，你们就回来。老宋头说，你叫他，他就来。周海生，你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是吧？你嘴上说不管，背地里全是你布的局。我没有布任何局。那你怎么解释？你一走，吴哥不供货了，老韩不赊了，刘总解约了，质检站来查了。你告诉我，这不是你搞的？吴哥不供货，是因为你男人骂我赚黑心钱；老韩不赊，是因为你们把押身份证的人踢了；刘总解约，是因为你们用次品水泥差点毁了他的楼；质检站来查，是因为墙真的裂了。秀兰，这些事儿，哪一件是我让他干的？今天当着各位的面，我把话说清楚。3年前，曹大勇欠9万外债，蹲在建材市场后门哭，是我拿钱拿路子带他一家一家认门。这上面写着，赚了对半分，赔了算我周海生的。还真是，那字儿是曹大勇写的，我认得。2个月前，他还我6万。说账清了，这是脚手架租赁站的押金单，当初押的是我的身份证。上礼拜老韩跟我说，曹大勇拿不出我签字的续金单，架子全撤了。怪不得架子没了，原来人家押的是自己的身份证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是来接这个工地的。我当初跟曹大勇说过一句话，路你自己走，他把路走断了。现在甲方让我回来把路接上，我接了。海生，你的东西我给你捡回来了。老宋，你还在？我在。我是国强装修队的木工宋长海，在这队里干了20年。今天当着各位的面，我说3句话。第一句，曹大勇的手艺是真的，他砌的墙我验了3年，每一面都是直的。第二句，但手艺再真，材料假了，墙就裂，人心歪了，路就断。这队能撑3年，靠的不只是瓦刀和泥抹子，靠的是有人跑断了腿把资质跑下来，有人陪甲方喝到胃出血把合同签回来，有人把自己身份证压在别处就为了赊几根钢管。第3句，那个人今天回来了，以后谁再问我这队谁是根儿，我就指他。
交接就这么定了。曹大勇，你今天之内把私人物品清走。你是来让我说对不起的？不是。字儿都快没了。字没了，事儿还在。海生，你说句实话，如果那天我没把那6万块钱拍在桌上，没让我老婆说那些话，没有如果，那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来拿一样东西。这东西你留着也没用了。大勇，手艺在你手上，什么时候你自己把路走直了，这行子里还有你的饭吃。听说他爹还在医院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工棚收了，黑名单也上了。3年前你欠一屁股债，是海生把你拉起来的。爸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还把人家踢出门？我躺在这张床上想了一整天，不是在想我的病，是在想你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她说，大有这孩子手艺好，就是心眼窄，将来要是没人压着他，迟早得飘。海生就是那个压着你的人，你把压着你的人踹了，能不摔吗？3号床欠费了，明天之前补3000，不然药得停。卡里就剩800块，医院那边要3000。明天我去劳务市场找日结。你还在黑名单里，谁敢用你？大勇，我娘家那边……别求你娘家！我不是求我娘家，我是说，我娘家那边今天打电话来了，我妈说让我回去。回去是什么意思？卡里800块，你留着。医院的钱，你自己想办法。秀兰，你记不记得咱们刚结婚那年，我在工地当小工，你在出租屋里给我煮面，你说以后咱们会有自己的房子，红砖房，3间正房，1间偏灶。那是以前。孩子我先带着，等你缓过来。别等。大勇，当初那6万块钱拍在桌上是我先说出口的，我要是拦一句，可能……没有可能。这个你拿着，不值钱，但跟了我10年，万一以后孩子问起他爹是干什么的，就说是个砌墙的。今天有3个活，搬瓷砖1车80，卸河沙1吨15，去废品站分拣1天120。卸河沙我去，你手行不行？卸河沙可费腰。行。明天还来不来？大勇，你现在给人送货？1趟50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吃过了，拿着。国哥，别叫我哥，我就是看不过眼。
还差1400。能不能再缓2天？爸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出院，不住了，还差1400，不住就不差了。这个存折还有3000，是你妈活着的时候攒的。我本来想留着给你孩子上学用，先拿去，把外面的债还了。爸，这是你棺材本，棺材不要了，烧了，往江里一撒，省事儿。手艺可以再学，钱可以再挣，但有一样东西丢了就回不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别人愿意给你流露的那点情面。3个工地都验收了，刘总那边又给介绍了2个新项目。你接得住。老宋，这东西你从杂物箱里翻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，就觉得好东西不该跟垃圾一块扔了。海生哥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海生，听说你公司正式挂牌了。吴哥、老韩，你们俩怎么凑一块了？在建材市场碰上的。我说我来找周海生，他也说来找周海生，我俩一合计，以前我们认你的脸，现在认你的公司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东西还在，以后也在。海生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。大勇他爸出院了，昨天我碰到他在医院门口等公交，人瘦了一圈。周总，这个工地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按规矩做，材料、工艺、验收一样不差。海生哥，新水平仪买回来了，德国的，激光的。新的放仓库，这把旧的放我办公桌上。放桌上干啥？让进来的人都看见，这把水平仪跟了我10年。他告诉我，人可以不认人，但工具认人。水准不对，一量就出来。走，开工！